劝君再敬一杯酒，忘了前世恩怨仇。寒肠醉酒解千愁，莫得人比黄花瘦。既往开来不复留，心已死我怎强求？一人情似心上酒，他日清风送轻柔。我听闻你为了他凝泪酒千箱，昼夜飞花晚夜飞花已无香。我听闻你为了他红尘尽策马，惊鸿一瞥梦归人家再无他。我听闻你为了他凝泪酒千箱，朝夜飞花晚夜飞花已无香。我听闻你为了他红尘尽策马，惊鸿一瞥梦归人家再无他。宇文觉，你可知道，今日咱家离那宝藏只有半步之遥。要不是你和萧云帆两个蠢蛋节外生枝，这会儿咱家都在清点宝物了。卑职办事不力，还请公公责罚。但事情另有原因，还望公公容卑职解释。行，那咱家就听你解释解释。大哥，一会儿我再选个斗篷给你看，我觉得应该还可以。将军，孙太医在大殿等候多时。好，知道了，下去。是。孙翁，萧将军，不知孙翁前来有失远迎，还望恕罪。萧将军，老朽给您介绍两位客人。客人？罗越国无双见过金吾卫萧将军。孙太医，此二人为朝廷缉拿要犯，你带其直闯我金吾帐，你可知道这是要杀头的重罪？老朽这也是为圣上着想啊。当日圣上被行刺，满城里的告示比比皆是，公主为何还要冒险来我金吾帐院？所为何事？将军可否借一步说话？此间并无外人，公主但说无妨。无双此次前来，是为天魔鬼畜一事。天魔鬼畜？卑职进入密道，曾在其间发现武后私藏印记，后又得知密道与太宗皇帝的丹殿有关，因而马上来密报。这事咱家自然知道。武后于皇城之下藏有私宝，所以才让你去查。当初武后篡权，天下诸多不满，武后利用太宗皇帝留下的丹殿密道私藏珠宝，以备不时之需。可后来诸多变故，并未启用。这些咱家都知道，何须你来复述？咱家要此宝物，并非为了咱家自己，而是为了神策军。那密道也可以作为神策军调遣通行之用，旁人无所追踪。如此一来，神策军便可以立于北衙6军、南衙16卫之上，成为魏朝第一神威之军。咱家是费尽心思寻得线索，便于内殿之中找到另外一条密道。
本想双管齐下，进入密道夺取宝藏，谁知竟让你和萧云帆两个蠢蛋坏了大事。一道绝户断龙石，生生的封死所有的密道，武后宝藏就深深的埋在地下而不可得知。宇文觉，你可知罪？卑职深知公公用心良苦，武后财宝虽深埋地下不可得，是卑职之过。但是塞翁之马，焉知非福？财宝虽不可得，可公公却避开了一场无妄之灾呀。照公主所言，当日殿内一事，应当是有人设计陷害，先利用公主的精彩舞曲另作文章，再借黑雾引出天魔鬼畜行刺圣上，同时利用机关刻意制造公主与历史坎哈消失的迹象，从而将行刺一事嫁祸，最后引起中原魏朝与罗越的战争，正应了天魔鬼畜降世，世间必起战祸的说辞。将军所言极是。无双年幼时曾听罗越国的国师提起过天魔鬼畜，说天魔鬼畜为魔界所有，唯有通魔的术师才可控制此物。西域地广人稀，36国之间关系微妙，通魔的术者也成了各国争相所得的筹码。其间有理，也不为外人所知了。萧某一贯不相信鬼神之说，虽世界之大无奇不有，但真正的妖魔却只在人心。依萧某推断，应当是有人利用西域天魔鬼畜一说行刺圣上，是为了制造混乱、散布谣言，以动摇中原魏朝的根基。宇文觉，你别以为是咱家的爱将就可以巧言令色，你给咱家说清楚，要不然咱家饶不了你。卑职当日从密道进入丹殿，曾发现了天魔鬼畜的痕迹，还遭遇诸多机关，遇到了鬼师营帐的作祟，神策军、金吾卫伤亡惨重。若公公今日从另一条密道进入，恐怕也会遭遇此诡异的风险呢。当真如此凶险？卑职在公公面前不敢妄言，公公若是不信，可唤其他人来询问。若有半句不服，卑职愿意奉上项上人头。大哥，请恕星月直言，之前天魔鬼畜之事，无双公主虽言之凿凿，但终究是一面之词。若就此便免除其嫌疑，未免有失公允，也不合我金吾卫一贯的规矩。依星月愚见，不如将其二人转交大理寺，由3堂会审，共议定夺。大哥，月姐说的对，现在全城各处都在通缉无双公主，若是今日之事走漏了风声，大家怕是会受到牵连。问个窝藏侵犯之罪还是轻的，若是定勾结刺客、欺君罔上之罪，怕是会株连九族啊！你们，我家公主所言句句属实，信不信那是你们的事情。若真要将我家公主看押，还得先问我手中的拳头答不答应。放肆！金吾帐院之内还敢耀武扬威？新月，休得无礼，我去了。也罢，要是再如你所说，密道丹殿之内如此凶险，那么咱家也算是免去一道劫了。只是武后宝藏没有得到，实在是可惜了。武后珠宝虽不可得，但卑职却另有所获，请公公过目。
此书页，你从何而得？丹殿密道书架中所得。得此宝物，倒也不亚于武后的财宝啊！老二、老三，姿势体大，其间厉害，为兄自然知晓。只是为兄心中尚有一个疑虑，不知道二位兄弟可否为为兄解答？大哥有话直说。圣安皇城守卫森严，其中道路错综复杂。公主自罗越远道而来，随行只有力士坎哈一人。为兄疑惑的是，他们两人对皇城从不熟悉，又怎么能在众目睽睽之下，仅凭2-3个时辰，便将数十只体型巨大的天魔鬼畜运送至圣安皇城，并藏匿在无人知晓的密道之中呢？若是筹谋已久，在皇城之内设有内应，也是能够做到的。新月说的有道理，能够避开众多的防守，又能熟悉皇城，还能伺机将天魔鬼畜运送，这样的内应又是何人呢？若真能做到如此，此人必然在皇城内有所权势，方能如此安排。所以，若有这样的内应，无双公主就不会陷入今天这样的困局。对啊，如果此人是真正的幕后主使，那么陷害公主便是最好的障眼法。如果将公主交与大理寺，只怕此人会从中作梗，兴许会弄出个死无对证来。没错，萧某之前进入密道之时，发现了这个。乍一看很像，可细看又有些不同。看上去一般无二，到底有何不同？天魔鬼畜的鬃毛极为坚硬，有如利似坚针，可是这个鬃毛极其细软，而且上面满是狗屎的味道。天魔鬼畜的鬃毛都是腐臭的味道。大哥，不知你给我们看这鬃毛所为何故？我在密道应对机关之时，发现了这截毛发，在旁边还有一些兽类的粪便。这毛色与粪便的气味倒是很熟悉，像是我们西域常见的獒犬的毛发。确是獒犬的毛发。月姐，你可记得今年年初在圣安都城附近有歹人潜进劫道？记得。那个案子是我俩一起办的，那群歹人所用的恶犬正是西域獒犬。没错，当时我曾对上2只恶犬，这恶犬力大无比，而且毫无畏惧之心，跟天魔鬼畜确实有几分相似，只是形容外貌略有不同。三弟，你且闻闻，这毛发还有什么不同？怪了，大哥，上面怎么会有草药的味道？三弟，你看看这2份鬃毛，除了软硬之外，还有什么区别？色泽略有差异，其余几乎完全相同。不仔细看，根本分辨不出来。我大概知道这天魔鬼畜真正的来历了。天魔鬼畜不是魔界之物吗？大哥，莫非你开了天眼，能洞悉魔界所在？老三，你且用用脑子，这神魔鬼怪都是骗人的把戏。大哥是看出了天魔鬼畜的破绽，推断出有用的线索。新月这推断2字用得十分恰当。虽然萧某只有80%的把握，但是已经推断出这天魔鬼畜的真身就是西域的獒犬。老朽依稀能辨别出其间的几味药材，大多是相生相克的虎狼猛药，
若是寻常人服用，只怕性命难保。可若是有人精心调配药方，用来饲育西域的獒犬，或许真能令其成为传说中天魔鬼畜的模样。这毛发是将军在密道里发现的，与天魔鬼畜的毛发极为相似，且留有药草的味道。将军，无双斗胆推测，必是有人掌握了西域秘术，将西域獒犬的幼崽偷运进皇城，用药草饲育其长大，使之成为传说中的天魔鬼畜，并借无双献武之际，打开皇宫内殿里的密道，放出天魔鬼畜，行刺中原魏朝天子。无双公主果然是聪慧过人，与萧某的推断不谋而合。若真如萧将军所推断，那这幕后之人的谋略，可真是超乎常人了。饲育獒犬，藏于密道之中，伺机行刺圣上，并嫁祸罗越国，试图借天魔鬼畜降世，天下必起战祸之说，来扰乱我中原魏朝，并蛊惑民心。照萧将军和公主的推断，此事的幕后主使与魏朝和罗越国似乎仇恨颇深。恐怕与中原魏朝和罗越并无深仇大恨，而是另有他图。此人知晓皇城密道，又精通药术秘理，工于心计，巧于谋略，行事谨慎，又不留首尾。此乃中原魏朝的心腹大患。真是瞎猫碰到死耗子呀！是人犬。孙翁，请看，这是何物？此乃太宗丹殿所得，不知这可是能救治圣上的仙丹？寻得此物，老朽谢过萧将军。只是此药丸能否解毒，还需老朽带回去仔细研磨才行。大哥，星月觉得此刻将此物交由孙太医，似乎有些不妥。大哥，我也觉得不妥。我们刚从丹殿出来，神策军就被那个老阉官叫了去，想必是绝户断龙石惊动了皇城上下。那可是太宗丹殿啊！圣上一向以孝为先，若是让圣上知道我们把他祖上最喜欢的修仙的地方端了，他会放过我们吗？就算我们身上长满了嘴，也说不清啊。唯有留着此物，向圣上请罪，功过相抵，我们这些进丹殿的兄弟们才能保得周全。圣上一向圣明，
且令我金无畏彻查天魔鬼畜的事情，因此才进入了丹殿。若圣上降罪下来，萧某愿一人承担。然而皇上的病情却不可耽误，孙太医，你且速速回京城，用此物医治圣上。萧将军真是英勇过人，老朽实在是佩服啊！孙太医，中原魏朝天子的安危要紧，将军英勇过人，竟寻得如此良药仙丹。但日久天长，我更担心丹药的药性尚未可知，所以还劳烦孙太医验其一番。孙翁，验药需要多长时日？大约需要7日之久。此事谨慎，老朽需仔细验查。好，那就有劳孙太医了。天色已晚，老朽身负天恩，不便出宫过久，这便回了。好，请。不过，老朽有一事相求。孙翁不妨直言。现在满城都在通缉公主和这位壮士，如萧将军不嫌弃，可否将2人安顿于此？大哥，这有何不可？孙太医，请放心，萧某定全力护2位周全。老朽谢过萧将军。谢谢萧将军。谢谢萧将军。孙翁慢走。哎，天魔鬼畜。没错，当日皇上就是被这天魔鬼畜所伤。天魔鬼畜是西域传闻中的妖物，女儿幼时曾听长者提及，此物为不祥之兆，现身之处必起刀兵战火。女儿一直以为只是传言，未曾想竟现身于圣安皇宫之内。义父，天魔鬼畜和无双那贱婢，没错，就是无双公主放出了这不祥之物啊！果然是无双。这贱婢竟大胆行刺圣上，还累积义父玉血，新仇旧恨，先把她算上一算。义父，这好像是西域的。此物为人卷，是西域3宝卷之一，地卷，此刻就在皇上手中，而天卷一直都下落不明。但是经过咱家这么多年的追查，近日终于得到了确切的消息。那天卷很有可能就在无双公主手中。如此，便更饶不得她了。西域3宝卷所含甚广，奥妙无穷。咱家有意集齐这3卷，令西域重现当年的繁荣景象。祝你重返家国，夺回王位。女儿不求王位，只求余生陪伴义父，西前尽孝。此言差矣呀！你本就是西域王祖之后，继承王位乃是天命所归。咱家希望你日后能一统西域，助咱家成就大业，为魏朝及西域的百姓谋福啊！义父心怀天下，目光甚远，令女儿佩服不已。此事听凭义父安排。地卷咱家可以设法谋得，但是无双公主事发出逃，那天卷……义父放心，女儿自有办法。届时
手刃无双那贱婢，再将天卷双手奉于义父面前。月姐，我说你真的不用每天早晨都练功吧？一日之计在于晨，堂堂金吾卫不练功，如何保家卫国？大哥，哼，少来这套。大哥，大哥早。你们在练功呢？这么早，大哥怎么从外面回来？哦，我出去巡逻了一下。大哥知道咱们没吃早膳，便去买了点心。大哥何时变得这么体贴了？谢谢大哥。别动，这不是给你的。是给屋里的那位客人的吧？我早上去了趟思善司，拿了些早膳。我跟老三是男子，多有不便。你把这个拿给公主。这思善司和巡防队分明是两个方向。月姐，你发现没？大哥他说谎了。大哥一个木头一样的人，居然说谎了。你去做。哎，大哥让你去的呀？谁去不一样，我很忙，你去。哎，月姐，这我怎么送啊？哎，饿了，有吃的没？喂，你声小点儿，你生怕别人不知道你在这儿吗？赶紧拿去。一日之内2次飞鸽传书，我若是再不来，裘公公只怕是要全城张贴告示了。前几日，咱家机缘巧合，得到了一份内卫秘册。内卫秘册，若没记错的话，应当是内务府呈给武后的文书吧？当年武后谋权篡位，恐群臣不服，特设内卫府，专司密查打探各色消息。有利者收归己有，不利者明斩暗杀。所以这内卫秘册中所记载之事，非但机密，而且确凿无疑。机密确凿之事，那岂不是裘公公您的最爱？裘公公今日相邀，难道是要与我分享此事？武后当年也曾下令密查三宝卷之事，并获悉三宝卷的机密解读之法，为何昌、罗越两国各持其一，而你却告诉咱家，三宝卷的解读秘法为罗越国一族所有。原来裘公公是来兴师问罪的呀！我记得当日曾说，西域三宝卷之中藏着秘文，若能解读的话，便可获得西域秘宝，届时富可敌国，更可问鼎天下。裘公公，我所说的可有半字与当日不符？没错。若要寻得解读宝卷机密之法，需从罗越一族下手。裘公公，这与当日可有半字不符？的确并无半字不符。那公公何以得出解读秘宝之法需罗越一族所有的定论？那你的意思是说，这一切都是咱家臆测之说？我可不敢呀！公公胸怀天下，乃成大事之人。只是我不得不提醒公公，欲成大事者，须耐得住性子，切勿焦躁急进。既然你当初愿意与咱家联手，为何又在此事上有所保留？求公公切勿疑心，我既与公公联手，必无藏私。解读宝卷机密之法，确实由何昌、罗越各持其一，
但当年和昌国为魏朝太宗皇帝所灭，和昌皇室后人将所解读之法交于罗越皇室，以求庇护。之后，和昌皇室凋零殆尽，灭魏朝，回李氏，此事足矣。其余的事，多说无益，免得节外生枝。如此看来，咱家是误会你了。既然如此，便是无碍。一切都已经按照咱们当初预定的计划进行。皇上病重，已无法临朝，咱家上下打点多时，只待时机成熟之后，便可接管朝政。若咱家再能夺得西域秘宝，那魏朝的江山就稳如咱家之手了。事成之后，公公莫忘了当初的承诺才好啊。咱家若能夺取天下，你自然是功不可没。咱家就再问你一句，你当真无需任何封赏，只要按当日约定便可。灭中原魏朝，回李氏，此事足矣。公公召卑职前来，不知有何吩咐？皇上寝宫周围加派人手，除贴身内侍及太医之外，任何人不得靠近。这事儿你亲自督办。卑职遵命，卑职即刻就去安排。萧将军，公主休息了？还没有，请。公主，将军请坐。谢公主。公主请。公主，这里虽然简陋了一些，但从你安全上考虑，只能委屈公主了。公主还需要哪些生活用品，吩咐萧某配置便是。萧将军。将军言重了，此间清新雅致，简朴洁净，反而很有格调，无双颇为喜欢。公主喜欢便好。对了，想必这些书籍也是萧将军的吧？无双闲来无事翻阅了一些，发现书籍的种类颇多，将军难怪这么渊博。哦，不敢当，不敢当。萧某自幼随师傅学习武艺，常翻阅一些古书典籍，日久积攒，便有了这些。听萧将军方才所言，会经常来此间。如此的话，府上的家眷会不会？无双失言了，多有冒犯，请将军见谅。公主不必介怀，萧某至今还未有家眷。此间如此精心简朴，想必将军是个雅致的人。公主，可是想起了自家的宫院。我家公主向来朴素，自己的寝宫也是这般的清雅格调。哦，对了，萧某这里有一物想赠与公主，以解公主思乡之情。公主，这东西做的还真是像模像样的，跟我们的差不多呢。谢谢萧将军。别客气，你们喜欢便好。公主先行休息，萧某告辞了。谢谢将军。将军慢走。
公主。皇上，奴才有罪，请皇上赐罪。这是怎么了？快起来说话。皇上，奴才遵皇上口谕，前去探查太宗丹殿，为皇上求仙草，然后就命宇文将军率领神策军前去密访地道。谁知在地道中居然遇见了萧云帆萧将军。萧将军率领金吾卫手持重任破机关，那是英勇无敌呀。可谁知最后居然令断龙石断了密道。皇上，这断龙石一断密道，那太宗丹殿将永绝于世，皇上的仙草也就再也无处可寻了。奴才实在是有愧皇恩呐。朕的2位将军可好？二位将军最终还是通过密道逃出升天，倒并无大碍。可是什么？快些说来。可是那逃出升天的密道居然通往金吾卫的府院之内，萧将军的书房之中。皇上，奴才斗胆进言，那萧将军是不是包藏私心，故意使皇上失去那救命的仙草，还请皇上明鉴。起来吧。爱卿所言有理，可事关重大，不能伤了众将士的心呢。这样吧，此事就交由兵部陈尚书彻查，命他5日内查清事情真相，向朕亲禀。曲爱卿，朕这些时日身体困乏，你也不便在外过多走动，就留在朕的身边侍奉吧。奴才遵旨。狼烟起，战歌称霸，乱世佳人谁牵挂？不过荒凉日华，也曾经修。